Daily Vet Vlog 嘅嗨，大家好，我是 Coco。有好久一阵子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我怀孕了。Coco in Finland。我现在录影的这一天差不多是10月中吧，现在是21周，也就是大概是孕中期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所以我就是有接受芬兰这边的不孕症治疗。我就想说，透过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芬兰这边接受到的不孕治疗的这个小小的疗程这样子。我差不多是在大学的时候吧，发现自己有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的这个问题。我知道每一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是有不一样的状况，像我自己的话，我有去测，我好像是雄性荷尔蒙过高。那我有朋友就是泌乳激素过高啊，我自己是1个月流血15到20天。那可能我的朋友是变成季经的概念，也就是说他如果2-3个月没有来，他就必须要去找医生开药，然后让自己流出那个经血。所以每一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因为我大学就知道自己有多囊性了嘛，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说，如果说以后未来要生孩子的话，在这条路上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认识我老公的时候，我们才刚交往，我就有跟他说，未来可能如果我们要怀上孩子的话，可能会需要一点点的努力。他也都 OK 啦，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反正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没有孩子无所谓。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的话，那就多花一点钱是没有关系。后来呢，我在2018年底的时候搬到芬兰嘛，那当然我在搬来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就蛮常跑妇产科，因为每个月好几天你都要换卫生棉或是卫生棉条，那我就会觉得很烦，而且又花很多的钱，所以我就是还蛮常跑妇产科的。搬来芬兰之后呢，其实我还是有跑几次，原因当然就是因为2个人的生活嘛，所以你会更注重自己的健康。我记得曾经在这边拍过一次超音波，然后再加上跟医生的问诊，我们那一次收到的账单是250欧，没错，就是250欧。我有在这边买保险，然后也有加入这边的 Gala。那这边的 Gala 呢，它跟健保是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是会帮助你所有的补助，比如说失业补助啊、妈妈补助啊，或者是一些医疗上的补助。那这个就是一个 Gala 系统，只不过加入了以后，就是可能会便宜一点点啦，就是250变230欧这样子。只是这是欧元，这不是台币，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跟我老公说啊，我真的很想念台湾的诊所，因为在台湾只要跑个诊所，可能150-200块，你就可以看到超音波或者是医生帮你做好很好的这种问诊这样子。所以台湾人真的非常非常幸福，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健保。好，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在决定要怀孕之前呢，那当然我有跑了几次妇产科看我的 PCOS 的状况。之后当我们开始认真想要就是造人啊，就是开始做宝宝的时候，我记得我有稍微看了一下我之前留下来的文件。我们第一次为了宝宝的事情，然后去医院是在2020年9月的时候。一般来说，只要1年没有孩子的话，那大家就会认定是不孕症的状况嘛。因为我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所以我会比较特别，就是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半年没有消息的话，那我就必须要再回去跟他报到。然后我们就等了半年，就是到隔年的3月，也就今年的3月，就发现说，还是没有消息耶。结果我们就再回去看诊，回去了以后呢，医生就说 OK， 那他就要开始帮我们做一系列的观察、治疗什么的。我记得一开始就是我们有去，比如说我去抽血啊、验尿啊之类的，然后我老公的话，他就是有送精子检查这样子，检查出来当然很明显嘛，就是因为我的问题嘛，因为多囊性卵巢。然后我的状况又比较特别，就是我每个月都没有在排卵，但是每个月都还是有月经，是这样子的状况。对，已经知道状况了以后呢，那医生就要开始对症下药嘛。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大概知道多囊的治疗大概是怎么样，因为爬了很多文嘛，就有些人就说可能吃排卵药啊，或打排卵针啊，做很多一系列的。那当然如果你非常不 OK， 你就是可能做试管。所以 anyway 我们就跟着医生走，什么都检验报告都出来了，老公很正常，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在排卵。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没有在排卵，但是还是流了15到20天的血，所以我后来就学会用月亮杯我觉得月亮杯真的是超级环保，所以推荐给大家好，那回到正题，就是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准备要宝宝之前呢，医生是有开一种药给我，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我不太知道是什么药，不确定是不是黄体素。但是我在吃这个药的时候，医生就有跟我说要小心，就是要尽量避免怀孕。那我记得我在吃这个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周期，它是从第15天吃到第24天这样，然后下一次你就会再很顺利的，就是都差不多时间点来啦。不然其实我的经期也是蛮混乱的。不过因为我们开始决定要有宝宝嘛，所以医生就开始开了排卵药给我。那我有稍微查了一下，就是医生开的排卵药是这个。其实排卵药好像有2种，这个富哥那好像是比较新的，很多多囊的患者都会吃这个药。当初医生有跟我说，我先吃个3轮吧，或4轮看看。我每一次吃都是周期的第5天到第9天。那吃了3轮，如果说都没有消息的话，我们就要再回去找他。那时候已经3月了嘛，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就试试看。如果说吃了3轮，大概差不多到6月、7月都没有消息的话，我们再回去找他。而且其实为了怀孕呢，我们做了蛮多的准备，我们就有买了很多的，比如说排卵试纸啊，或者是验孕试纸啊之类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带了很多这个。这个排卵试纸算是很便宜啦，我记得虾皮吧还是在哪里，反正我是在网络上买的。那你一次买就可以买100个、200个，然后我就试试看啊。就是从吃了药开始就每天量量看，那你就大概看得出来，2条线的话就是说你有在排卵，那差不多在那个时间你就要很认真的开始做功课。不过医生也有说，就是希望是在你有看到2条线的时候才开始做功课，你不要之前就开始一直做，因为就是你要储蓄吧，跟储蓄它的精力还是怎么样，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医生的指示这样子。因为这个试纸它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准确率的话我就不知道到底怎么样。那当初那个医生是有跟我们说，他希望我们可以去买一款叫做 Clear Blue。那 Clear Blue 其实我上网查也是非常非常多人推荐的一个牌子，听说它的准确率高达 99.5% 还是 99.9% 之类的。那既然医生大肆推荐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去药局把它买回来，是不太便宜啦，所以就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嘛。这个的话呢就是排卵的排卵试纸，这个的话就是怀孕试纸这样子。这个排卵试纸大家可以看到嘛，就是这里是有一个电子的东西，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笑脸，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如果说真的有笑脸的话，就代表说你真的有在排卵，那你就可以试着努力的做人看看。因为这比较贵嘛，所以当初我们就是用了很多台湾的那个试纸，然后确定台湾试纸好像比较深了以后，我们才开始使用 Clear Blue。这个效果就是都还不错啦，我觉得那个台湾的试纸也没有说差到哪里去，我觉得是还蛮准的这样。那当然芬兰是除了 Clear Blue 以外，你还可以买到其他杂牌的啦，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也是怀孕试纸，然后这个就是排卵的。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选择。后来我们就听了医生的建议嘛，就去药局拿了这个排卵药，然后就回家吃。我记得医生当初是有跟我说，因为是我多囊性的问题，所以他是有说到，如果说我吃了3轮都没有消息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检查一下我的输卵管。就好巧不巧，就是刚好我在去找这个医生的前几天，我就刚好上网爬到了输卵管检查的这个分享，然后我就知道说，输卵管的检查其实是有点不舒服的。我就一直很希望说，拜托拜托，我希望不要就是走到这一步，因为我就希望说，真的吃了药就可以有消息。如果说检查了输卵管发现，它没有阻塞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到赫尔辛基去做人工试管 IVF 嘛。所以如果说真的要走到那一步的话，那可能是要花蛮多钱的。但是据我所知啦，就是好像芬兰政府它是有提供你一次免费的试管还是怎么样，但因为我没有走到那一步，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很幸运我们在吃完第1轮的时候，宝宝就到我们这边了。3月的时候去找医生，5月的时候我开始吃这个排卵药，6月中我就发现我已经怀孕了。这大概就是我自己的多囊分享，还有我在这边的不孕疗程的经过。下一次的话呢，应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芬兰这边的产检的状况，然后还有我们大概为了宝宝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之后呢，陆陆续续的我大概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啊，比如说花了多少钱啊，然后做了什么事啊，就是尽量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嘿嘿。
嗨，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而且想要看到我介绍更多芬兰的话呢，请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和分享哦。就这样，拜拜。